你既然要找我来，你就要把病人的病情详细的告诉我才行。你知道隐瞒病情的后果是什么吗？蔡医生，我既然叫你来，就没有隐瞒的必要啊。你刚才说的那种什么细菌，我们也是第一次面对，并没有什么经验啊。请你相信我，我绝对没有撒谎。喂，刚才为什么挂我电话？刚才病人休克，我去抢救。那现在呢？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我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没救过来。什么？去通知陶先生，立刻把所有跟病人接触过的人员严密隔离起来，包括他自己。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让他去办。到底怎么样了？吕少尉已经走了，这么快？是不是那个韩城操作不当出了什么问题？我保证他有这个能力。陶先生，现在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立刻将从昨天起跟病人接触的有关人员全部隔离起来，包括你自己。我昨天有事，来的时候他已经被隔离了。那就把病人穿过的、用过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烧毁，还有他接触过的和可能接触过的东西全部进行消毒处理，绝不能有任何的纰漏。哦，这就叫人去办。好。现在这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陶正安已经要安排隔离的事情了，你先别着急，我马上让人把你给接出来，啊！不必了。我决定留下。你疯了呀！病人都已经死了，你待里边干什么？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细菌，必须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否则的话，各地专家来了也是白来。所以我决定，在我身上接种这种细菌。蔡立坤，蔡立坤，这不是你的任务，你别忘了衡山医院的朱天德，还有他背后的那笔资金。是。在没来这儿之前，朱天德的确是我的任务，也是我的使命。但现在这件事情，比朱天德的事情要重要的多。如果我现在离开，这种细菌将没有人能控制，也没有人能提取它。那吕少尉的死，真的就毫无意义了。
你这样做又不一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是不能绝对保证，但我愿意试一试。我希望，如果我成功了，可以挽救我的同胞。就算失败了，我也以尽我所能，作为医生死而无憾。这就是我的信仰，我愿意为此奉献，我也会为之努力，为之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天明，你在听吗？你也不用劝我了，说要跟你说吧，我现在已经撤下了所有的防护，就是想出去也来不及了。说不定我现在已经被感染了。天明，这段时间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帮助。在医院里头，你一直在用我的名字，这么说来，咱俩也算是半个兄弟了，是吧？外面的事情就拜托了。保重。他说把细菌接种到自己的身体里。他在电话里是这么跟我说的。蔡医生，这个韩正到底是什么人？陶先生，与其我们现在去讨论他是什么人，不如你去催一下那些专家，让他们快一点，快一点，再快一点。要是晚了的话，我怕韩城会撑不住的。
我已经把细菌接种了。你还是这么做了？告诉他们，我最多只能争取3天时间。但最多还剩下3天。朱先生，这段时间啊，就让白医生给您治疗啊。苏院长，我听林护士长说，是韩城把蔡博士送走的。天太晚了，我就让小韩送他一程。什么病人这么重要，不能送医院啊？要知道，越危重的病人越应该早送医院。毕竟在医院里，药品跟设备都比在外面齐全。我也不清楚，蔡医生回来就知道了。我现在呀，也正好奇着呢。三哥，你们回来了。蔡李坤没回来，他干什么去了？有人在东北日本人那儿感染了炭疽杆菌，跑到上海来想我们帮忙，可是我们没能救得了他。为了研制出抗炭疽血清，蔡李坤自愿留下。留下？为什么？他把细菌注射到自己体内，在自己的身上做实验。他现在已经是新的病人了。上一个病人距离病发到死亡只用了不到20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5个多小时了。阿丽，蔡李坤已经将朱天德的事情全部交付给我们了，我答应他了，只要拿到下半段的密码，就由你拿去交给组织。这是你的主意吧？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没有人逼他。你现在去已经晚了，你根本见不到他。为了防止细菌的扩散，那边已经被重重隔离了。如果你真的想让他安心研制血清，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他守护好朱天德，拿到下半段的密码。我总不可能白去送死吧？阿丽，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做。35°2。朱先生，您今天的体温太低了，等会儿咱们好好晒晒太阳去。朱莉，你怎么在这儿啊？苏院长说你跟蔡李坤这2天要出诊，所以由我来照顾朱先生。蔡李坤回来了吗？他可能要暂时住在病人家几天。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没什么，可能就是太累了。你先去照顾别的病人吧，这儿我来看着。
朱先生，我该怎么做？蔡立坤他可能回不来了，他已经把任务托付给了我。虽然我知道我可能还没有能力去承受这一切，但是你必须相信我，也只能相信我。告诉我，朱先生，把下半段密码告诉我。朱先生，朱先生，各位专家辛苦了，现在请大家换上隔离服，请吧。真想进去看看他，你知道根本不可能。可我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只能听到他的声音。你别忘了，让他进去可是你的主意。说得对。对了，你昨天对吕少尉的诊断是正确的。今天专家团给出了结果，跟你的结果一模一样，炭疽。而且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炭疽，我已经把这个向南京方面报告了，希望得到他们的重视。哦，对了，蔡医生，从各地赶来的专家正在等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华顿教授不但是医学界顶级的传染病专家，还是细菌学领域的权威教授。下面有请华顿教授。好的，我现在不想说，我现在只想听你们说。在飞机上已经详细看过报告了，还是希望哪位能把病人目前的状况准确介绍一下。蔡医生，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些对于我们相对有利的消息吧。刚才陶先生已经介绍过了，此刻在隔离区和细菌做斗争的是我的同事，他叫韩成。他和在座的许多人一样，都是海外的华侨同胞，在新加坡的一个小型种植园工作过。由于工作的关系，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初级的园林学和生物学，为此他也算是半个医生。目前情况紧急，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针对这种罕见细菌的血清，但我跟他也做了相关的部署，让他在每隔3个小时的时候抽取5毫升的血液保存，这样我们就可以掌握一份精确的细菌样本，为了抗炭疽血清的研制工作做好充足的准备。
到目前为止，已经过去了12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了4份珍贵的血液样本。好，蔡医生做的的确很好。根据我以前的经验，在传染疾病中，炭疽杆菌的潜伏期可长可短，但这么急的病例还是第一次。病人已经感染超过了12小时，不知道现在这个病人情况怎么样？为了有效地跟隔离区沟通，我们已经设置了一部专用的电话线路。陶先生，哦，时间也差不多了，你来打这个电话。喂，是我。你现在怎么样了？还可以，目前能够控制。我现在跟陶成凯还有他请来的专家在一起，他们想了解你的情况。听他们说，我2个小时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低烧、胸闷、干咳这种流感症状。我目前正在从吕上尉的感染血样中提取强毒株病菌，进行菌源培养。但目前效果不太理想。班长，你一定要挺住，我们大家会替你想办法的。我知道，可能因为失忆症，你还没有想起你的家人是谁，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位美丽贤惠的妻子，还有1个孩子。所以为了他们，你也一定要活着出来。答应我。好。病人现在还清醒着，但是从2个小时以前已经开始出现了低热、干咳、浑身疼痛，还有乏力等流感样的症状。他现在正在努力尝试从之前病人的血液中选择的强毒株菌种进行菌液培养，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才12个小时，怎么这么快？华顿先生，依您的经验来看，像这种感染了肺炭疽杆菌的患者，有可能被治愈吗？除非发生奇迹，否则病人一旦出现流感症状后，接着就会出现高热、咳嗽加重、血痰、胸痛、呼吸困难，还会并发白血症、休克、脑膜炎。这个人最多还能存活12小时，病死率是100%。也就是说，他现在很可能只有12个小时时间了。现在这种观点太过乐观了。我们都知道，世界上不存在具有完全相同体质的2个人，症状延后的情况，也许反倒更可怕。你到底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细菌可能出现了变异，症状延迟出现只是一种假象，很可能接下来就是症状加速的出现。教授，你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是吧？真希望此刻能有奇迹降临。昨天晚上苏院长亲自出面，这可不常见。而且今天一大早，他把13号的护理工作交给了白朱莉。哦，这么看来，这个病人的身份很不简单。你回去之后一定要盯紧一点。
希望不会和石井部队的事情有关。石井部队？他们不是在东北吗？你不知道，1个星期前，有几个国军的军人化妆潜入了进去，虽然及时被发现，带头的还是跑了。现在军部已经向各处发了紧急密电，严密监视大小医院和诊所，要我们密切留意此人。那个人逃走的时候受伤了？只是受伤就没那么危险了，是细菌，它感染了一种极为罕见的，名叫肺炭疽的杆菌。中村君，你说昨天晚上蔡李坤会不会和这件事情有关？不会，按道理，那个逃走的军人不会这么快来到上海的。但是，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要密切留意蔡李坤，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知道他就职的是谁，记住了吗？我现在就回去。等等，你刚才是说13号只有白朱莉一人在护理？我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蔡医生，才回来啊？有事吗？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自己开上车了？小韩呢？他有一些事情，请假几天。一个失忆的病人能有什么事情？他不是开车以后就是能想起一些事儿吗？虽然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儿。你怎么样？你没事吧？我好着呢。蔡医生，不是我说你，你从明天开始就别去出诊了。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黑眼圈这么重，脸色蜡黄的，这什么病人啊，值得你这么卖命？哎，你就别问了。我为什么不能问啊？还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人不能讲啊？没什么，其实他就是一个富家的公子啊，耽于风月，染上了一些麻烦。你也知道这种事情，他要是来我们医院治疗的话，说不好他第2天就上报了。所以他为了避免这些麻烦，就给我出了3倍的价钱。那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是吧？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像是真的呢？掏心窝的实话。这礼物呢？上去吧。蔡先生现在情况十分危急，他让我转告你，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不能让大德阳和那些同志白白牺牲。如果蔡礼坤不在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能在这儿待多久，有可能马上就得离开。到那个时候就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朱先生，密码，请把密码告诉我。这个。这个。是这个吗？谢谢，谢谢你。终于拿到了。阿丽，你会通到拿密码本，我们去翻译。陶先生，这么急干什么去？交出来吧。交什么？密码。什么密码？花旗银行的密码呀。陶先生，你在说什么？我真的听不懂啊。你不要再演戏了，你根本不是什么留法的医学博士，你也不是蔡理，你的真名叫做马天明。别开玩笑了，我要不是蔡礼坤，谁是啊？那个司机韩轸，他才是蔡理，从法国回来的特派员瞿兴建。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的身份的？其实之前我一直对你们的身份就有所怀疑，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确定下来。后来，看着你和他的努力下，朱天德的身体一点一点的好转起来，我就将此事暂停了下来，直到炭疽病事件的出现。当时你提出要安装一部电话，对里面的人进行遥控指导，我就装了监听设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不把我扣在那儿？因为蔡礼坤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把取得朱天德的密码的任务交给了你。你笑什么？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市井小流氓。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博士，我连中学都没有读完。不论你是蔡礼坤还是马天明，你的性格我倒是一直都挺喜欢的。哎，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们的？一直。我们之间表现得这么奇怪吗？你们的交往我都有详细的记录，我觉得你不可能对一个司机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只有一种可能，你们有着共同的目的。我答应过要帮他完成任务，而且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李全，自己来。
摩斯电码。陶先生，你们拿到了密码也没用，你们破译不出来的。看来你对我们调查处的能力还是不太了解。朱先生，朱先生，他已经死了。朱先生，朱先生，他已经死了。我去找人过来帮忙。你站着！你现在哪也去不了。你干什么？我现在去找人帮忙，也许还来得及。马天明，你装了这么久的医生，连这点都看不出来吗？朱天德已经死了，谁来也没有用。刚才的那个人是谁？我不认识，不是我杀的。因为你拿到了密码，想杀人灭口。我是拿到了密码，但是你别忘了，只有我知道和朱天德沟通的方式，你们都不知道，要不然为什么要等我那么久？既然只有我知道这个方式的话，我为什么要杀人灭口？站长，倪全，叫人封锁衡山医院，凶手还在这里。凶手已经跑了，怎么会在医院呢？凶手不是一个人。你说什么？从时间上判断，抢走密码的黑衣人事先在门口埋伏好，等着伏击我们。在你下楼之前，朱天德还活着，他并没有时间下手。也就是说，在你刚刚离开病房的时候，另外有人进了房间杀死了你。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一定在衡山医院。李全，带我们的人一个一个的过，直到找到这个人为止。等一下，陶先生，如果我是你的话，现在就不会选择这么做。马天明，你是在说什么？密码不在凶手身上，我们找到他有什么用啊？这么做只会打草惊蛇，让我们显得更蠢。你有什么办法？利用朱天德引出凶手。朱天德已经死了，谁知道？只要我们守住这个秘密，隐瞒住朱天德死亡的真相，凶手也未必有十足的把握。只要他还怀疑朱天德还活着，我们就有机会抓到凶手，拿回密码。陶先生，相信我，
凶手一定会回来确认的。你再挺一下，我带你去报账。站长，你就不怕这小子跑了？要走的话，他早就走了，不会等到现在。对他来说，没有比衡山医院更好的安身之所了。我看这小子满嘴跑火车，没一句话像真话。但有一句是真的，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钱。站长，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就看马天明怎么干。